有人红包包2块多的上？不是2块，包10块、5块的，好像20块钱。对，大家以为我的婚宴是全部赞助，其实不是的，是我自费的。你当年有求婚吗？当然有求婚啊，他怎么求婚啊？人家在飞机上面开不炮啊！是啦。你好，我是泽亮，欢迎来到慧眼说亮话，我是你的主持人。这是一个能让大家畅所欲言、无所不谈的节目。没错，虽然我不是慧瑜，但也希望大家可以按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欢迎2位，欢迎。慧瑜最好每期都有主持人来，是，轻松很多，而且仿佛听到933的节目。这个听广播人的声音，有的时候你熟悉这个节目的话，有时候听声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是很有亲切感。对，所以简直不能看，不是？说到重点，说的比好听嘛，说声音好听嘛。是。欢迎2位年轻朋友来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聊的其实跟你们2位很有关系，就开宗明义直接讲。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结婚是不是一定要办婚宴？是。这跟我们很有关系，因为我们快要在一起了。没有，不是快要结婚什么的。你们这种官宣一看就很假。这个就跟我们之前讲的，先从豪门盛宴开始好吧？来，阿姐，就结婚是不是一定要办婚宴？为什么？因为办婚礼的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协商的。对，而且你也让彼此知道，而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而且办了之后，那个感觉是，你也感情会有提升的那个过程，有提升或者是，然后你会有很多的 memory， 对，而且我觉得对女生，婚礼是一个憧憬吧，应该是好像应该要办的一件事情。会吗？会有没有梦想的婚礼？如果我不办，我可能会后悔、遗憾。对，我会遗憾。所以我说要办，那我们办小型一点点的，然后是我们都喜欢的方式底下去办。小的我觉得10到12桌就可以了，大的可能就40到以上，我就觉得很大。不是办不是一样办吗？又不要你去扛桌子。我害怕说，如果我办的多。就是大的话，我要邀请的人也多了，但我会被少邀请了谁，我无法交代。得罪人是不是？对。哦，你的意思说已经请到2万个了，居然还没我，就这个意思，我也不可能请到2万个人啦。对了，就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对。索性小一点，说没你是正常的，因为连他都没有。可以这么说，没错。什么心机 ？OK 也好。我觉得说婚礼不一定要办，要办的话一定是小型的，而且只能请到就是最亲的亲人和朋友。自己想要办，还是你认为给双方家长一个交代而办？我觉得一半一半吧。就以前我的想法是认为说，就是给双方父母一个交代就好了。可是后来觉得说 ，OK，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是人生中蛮重要的一天，值得去庆祝一下。那我们就做一个小型一点的庆祝，比较简单的方法，跟你最亲的人一起。我的态度很明确的，我是觉得结婚不一定非要办的，能不办就不办。那时候的你就这么觉得？是，我觉得你们讲的所谓要办的很多原因都是完全可以不需要通过办一场婚宴来达到目的的。OK， 对吧？你比如说有个仪式感，你比如说敬个茶也是仪式感，是你请个几个朋友在家里聚一聚也是仪式感，聚餐对，也是重要的日子，而且这重要的日子就在于重要，就是你跟你太太2个人最重要。我觉得办婚礼是你要家人给你的一个 blessing， 对，这个我不懂啊，我觉得很重要。双方 blessing 一定要婚礼来，我觉得别的地方也可以，别的场合。如果你所谓的说一起吃饭这样的话，就好像庆祝生日这样，你多少生日可以记在心里的？是咯，所以那个仪式感就没有。我们今天不是讲对错，你的这想法我理解，很理解。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还在办婚礼啊。其实我觉得有的年轻人他的矛盾是在于说，他内心是不想办的，他觉得说浪费钱、浪费时间，很辛苦，对不对？但是必须要满足双方父母的一个需求，就双方父母都认为说。可能我们传统一点点啦，一定要有一定的结婚的仪式，一定要办一个婚礼，我们要跟亲朋好友们分享这份喜悦，这份幸福。网上说我们鼓励年轻人办婚礼啊，写的这个是婚礼公司的啊。他讲的很有道理。他说现在年轻人第一次让2个20多岁年轻人去做一种组织管理式的一种行为，对他们在职场上的发展跟成长很有帮助。你不能讲他没道理，虽然有点歪了，是因为他第一次去 manage 自己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东西，而且统场面筹婚庆公司啦，这个公司。这点我听人说，有人说就是
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嘛，不是每次开玩笑的话，对不对？就一脚踩进去之前再浪漫。然后很多人就说，那我们以后再开始那种柴米油盐酱醋茶非常枯燥的生活之前，我们先来再浪漫最后一次。有的人就说，所以要办一个非常大的婚礼。总之一句话，我觉得这个话题哈，是，请说。新娘说了算。说的对，真的。如果你的另一半他想要一个梦幻般的婚礼，你就给他吧。如果你的另一半觉得撒哈拉沙漠带一个草环是叫浪漫，你就给他吧，对不对？我觉得真是这样。老婆开心，我觉得以女生为主。反过来说，婚礼这一天对女性来说，她的那个记忆跟那个确实对她来说，生命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亮哥妥协了，好感动哦！妥协？亮哥，你是好男人。没有，是真的。我觉得答案真的是一个。听下来，虽然办跟不办，当然是在两可，可是总有一个结论，或者说这个结论从何而来？如果你在犹豫的话，我的结论你就听另外一半。明白。我刚回想一下，我觉得可能啦，一些男生也是会想说，很想看到自己心爱的人打扮得非常漂亮，是出现在这个婚礼上是什么样子，他也会很期待。所以很多男生想办婚礼，他一方面是想满足自己另一半的要求，一方面也是想要看到自己心爱的人打扮得漂漂亮亮。你知道吗？其实很奇怪的，无论那女的什么素人、艺人什么都好，名人美姐都好，她结婚当天，她永远是全场最美的，很奇怪的。那个氛围跟那个气场啊，她是永远没有人可以盖过她的，很奇怪的。是一点都不奇怪，是宾客刻意低调。不是，什么叫不是？只要婚礼，我跟你讲，不骗你的，婚礼现场你如果穿得过分了，有人会讲你的。是，这倒是颜色不能撞色，不是你摆明抢新娘子风头嘛？这是很不礼貌的。实际上，以前我就当过婚宴的服务生嘛，我去端盘，我就端了个1年多的时间。哇！就我15、16岁时候打工，然后那时候做了好多场婚礼，不同的婚宴有时候我最多一天做3场。那你觉得整个婚宴当中最动人的会是哪个部分？最动人的，一般来说就是，是不是所有人吃完光盘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回家，没有光盘的时候，没有，是他们就是亲朋好友上台致辞，然后去分享成长是怎么认识他们的点点滴滴，而不是新郎新娘自己答词。那我觉得那个就蛮一般的啦，就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话，我爱你，你爱我嘛。但是他的亲朋好友去分享怎么认识他们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从小到大的成长的经历，其实蛮感人的。是对，比较多的是新娘的爸爸致辞，我每次都陪着一起掉眼泪，因为那老人家带女儿宝贝，而且很多这种刚猛的汉子老人一辈子没哭过的，讲会流泪，这种例子很多，我也很理解，因为我也是爸爸。但是第二个部分我感动的是，有的时候是新娘，有的是新郎，不一定，看他们准备的画稿怎么样。当他们就是因为毕竟你要从此独立了嘛，你要离开你温暖的父母的怀抱了嘛，那一趴也挺感人的，也挺感人的。是，当他们就是宣誓啊，或者是就是感谢家人的那一块，我自己也觉得特别感动。对，有些时候兄弟姐妹会表态的。其实我觉得那个画面有时很感人，就是兄弟会给予就是新郎新娘的一些祝福语，或者是讲说我们小时候过程怎么样，现在看到你怎么样，所以那个有时候除了父母之外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有兄弟的话，那个情感，我觉得挺感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婚宴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还是很有举办的必要性，因为有这么多moment，它不仅仅是灿烂的那一瞬间，对吗？还要包括很多真情实感的，对吧？是我听说办婚礼是赚钱的以前我上经济课的时候，我的经济老师跟我说，没有，他当天应该入洞房的时候，他们都在床上数钞票。这个我在那个网上，尤其那个短视频平台啊，什么 TikTok 上，很多人在分享嘛，就说现在的婚礼，如果你是办大型的酒店的婚宴的话，你算得好是能够赚钱。但是前提是你请的人要请得对。对，他说你不是随便的朋友都请，你要请你知道啊有背景的啊，就是老板啊，老板一定会包大的红包之类的。这样你是有计划的结婚。对，有的年轻人会真的这么做。我的时候结婚就是我请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同事啊朋友才会请的嘛。对，没错。对。
所以阿姐当年赚了多少？其实没赚钱哎，真的，因为大家以为我的婚宴是全部赞助，其实不是的，是我自费的。有人红包包2块多是吧？不是2块，包10块、5块是吧？ 20块钱。对，因为他们觉得他的都是 sponsor 的，对我人来不错。那时候我有提过，他是少了一个0还是？无所谓了，我请的就是我想请你来，明白？你来你是来祝福我的，有意思就是。对，可是现在包红包不是这样的意思的。现在你要回本。对啊。不是回本。我去年参加婚礼，参加之前我跟每次，因为我很少参加，每次我都问，在去年之前，我每次都是现在包红包多少？一般人家告诉我的感觉都是行情。比如说现在是150、180、160，但人家都补一句，你跟他关系怎么样？好的应该怎样，一般的应该怎样？是 OK， 我知道了，我就放。那每次参加又都忘。那去年年底的时候，好多年不参加了，我又问，结果人家跟我讲不一样了，就问我你在哪里？对啊，我说哪里？他说那个地方是几星级的，他的菜应该是这样。而且还有分周末或是白天，或者是午餐还是晚餐，午餐、晚餐还是 high tea。对，基本上就是你付你的餐费。是。差不多再加心意。那肯定的，那再加交情啊，因为餐费已经不便宜了，真的已经不便宜，因为可能一桌2000多块，然后除以10，一个人可能要200。不止吧？我记得我当时应该是10年前我在端盘子的时候，那时就一桌2000多。哦，哇，你在很高级的酒店哦，一桌2000都蛮高级的。是。我觉得这也很体现现代人就是那种现实性，就很现实。我也不是要赚钱，对吗？但是我也没必要请你来，我还贴钱。我好像不欠你这一顿，对吧？可是好像红包嘛，婚礼嘛，就是贺喜嘛，对不对？是啊，所以我其实现在就看我会去很亲的那种朋友的婚礼的话，我会包388。我妹妹之前在香港的5星级酒店工作。她说香港人办婚礼一定要去办的，都很想在那种5星级的高档的那个酒店里面办，对，怎么样都要办，而且哇，这个那是面子的面子，对，而且那个楼梯口啊放满花啊，装饰很浓重的，就是一个梦幻的婚礼，就是理想中的婚礼。可是他们的 budget 其实是很少的，那怎么办？他们是亏钱的。不，但是反过来说，从另外一个现实角度讲，亏钱办婚礼才叫牛，才叫有面子。你觉得不是吗？我亏得起。对呀，我请你们来，对不对？我觉得请的主持人也挺重要的。如果办婚礼啦，然后要开始推销自己了是吗？不是推销我自己，但是如果主持人就是讲话不利索，或者是你就感觉整个体验很糟糕。我其实以前就是好像参加不同的婚礼，对，然后我的婚礼呢，基本上是因为他们在 plan， 所以有 surprise 啦，就是他们扮演我们，因为我很好朋友陈汉伟就是给很多 information， 他们去演了一个我跟我先生怎么认识，用一种很舞台剧吗？舞台剧去扮演出来，太有趣了吧！你们艺人朋友多，那容易办，也就是说，婚礼的这个项目设计比较重要，是吧？对，我觉得整个流程，然后整个 planning 就是要做得很好。可是现在的婚礼都很花俏了，基本上自己没有拍很多婚纱照，我没有。我觉得拍照很重要。没有，我真的没有，我真的就是我好朋友，我们2个穿婚纱就这样拍几张自己收，我没有那种 album， 我没有。所以我们去拍戏的时候，我常常就去那边拍，我去看别人的，哇，好精彩啊！什么去到那种毛里求斯啊，去到那个好像 Egypt 啊。拍那些照片，哇，飞这样那些，只有我在封面里面拍的那种感觉，可是人家在婚纱里面有的。所以我觉得婚纱照其实蛮值得拍的。对，我也觉得婚礼前很重要的一点啦。康哥，你有拍婚纱照吗？有啊，可以看一下吗？他们觉得你距离很远的，两个手机没有存，所以我们很好奇，很远，是很远，上个世纪不是上个世纪很遥远。所以真的是正经八百的跟老婆去相馆在影楼拍吗？没有时间去外景拍，那时候也不流行那时候也没有这样的东西，真的。所以我唯一后悔的就是应该有一组外景照片，那么可以放在小小的相册里面。我们拍的都大而无当的，都挂着也难受，拿下来也难受，放在那边积灰又感觉对不起老婆哈，然后又要包起来，很大的放在那边。现在可以再补拍了嘛？现在可以补拍也是这样，也是挂起来啊。第一不一样，你就穿个婚纱去拍。对呀，就现在穿婚纱去拍。对呀，
现在很多人叫什么？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像重新去宣誓爱情。它的意义不在有没有，你们现在讲的重点就错了。你们现在重点变成我要有这个照片，是错。人要有这个记忆，那记忆过去就是过去了，现在拍是现在的日子，现在的样子，对不对？你们现在都是艺人嘛，当你们结婚的时候会有这方面的考量吗？因为我是艺人，所以一定要与众不同嘛。不需要与众不同，但是我觉得不是艺人不艺人的哎，好像很多朋友他们其实都会讲出走一个自己的风格的感觉，就整个主题要符合主题。欢迎悉尼告诉我们他梦想中的婚宴，什么形式？穿西装、穿牛仔裤，骑着摩托拜上，短裤也行啊。我梦想中的婚礼啊，我现在为止思考到可能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然后10桌到12桌，对，室内，然后装潢对室内，然后那个最动人的是你新郎拉着你的手走进去那一刻，哇，是吗？有感觉了，对，是啊，而且他在之前不可以看到我穿婚纱，就是当下会是他第一次看到我穿婚纱的感觉。试婚纱那天他不去，他不需要去，为什么呢？我想要他就是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对。哇，原来就这样而已，就这样，哇，就这样，那就考验我花了多少钱这一套，这一套值2万块啊！他跟我讲最新款的这样而已啊。我每次再讲这话，我对女生的婚纱没什么概念嘛。每次女人跟我讲，当女生跟我讲，你知道吗？有一套，打开。就这样真的吗？我看到女朋友的时候都会觉得好美哦。是的，对，我的意思说婚纱都很美，可是女生她就会比出高下，你懂吗？觉得这个很时髦，这个很棒，那个很棒，这个很棒你们我看是一对样，直男眼睛看不出来，是不是？对，男生好像只有这一块蕾丝的多少，有一些就是你觉得我懂吗？很简单的，对不对？你懂不懂不重要，懂的是我懂就好，我开心。刚刚从头已经有了结论了，好不好？好。你们不要。对于哲亮来说，你觉得你未来婚礼上最动人的会是哪一刻？首先，我如果要做的婚礼的话，婚礼前，我觉得婚纱，我想看，你想早一点看，我想看。但是如果说自己的另一半是很执意说没有，你要等到最后一刻的话，我会尊重他的决定。当然了，是 OK。第二点就是我想办的婚礼，我觉得是室外哈，我有信心啊。我们去到室外啊，室外，你不要请我，泰国怕热。没有，重点来了，不是在新加坡的室外，所以他就不会那么严。可以，对，包机票可以。对。所以我的梦想真的是，如果有经济能力的话，就请很小的那么大家一起包机去，包机票。把你们飞到国外一个海岛之类，办一个浪漫的婚礼，然后真的只有就是最亲的朋友。你可以的，我看好你。是吗？谢谢。豆豆我给你买。OK， 然后就是非常浪漫，很小的一桌，只有爸爸妈妈啦、双方的父母啦、最好的几个朋友，其他的根本不用问，因为你把他们飞过去嘛。然后大家在那边一起庆祝几天，然后其中一天我们就办一个婚礼，然后办完了我们就在海边啊，你可以继续 barbecue 啊，你可以继续庆祝什么的，就是很开心就对了。不要搞得很有仪式，特别重的仪式感啦。好了，我愿意。好，所以还是走上。你有想过求婚会怎么样？对方会吓一跳还是？有，我觉得我是那种超直男的想法，就是去旅行到爬山，爬到悬崖边来，要不要？所以如果他拒绝你推下去，对，爬到悬崖边啊 ！Oh my god！那你呢？好累哦。你期待一个什么样的求婚？对，求婚吗？我觉得在一个风景好看的地方，然后他跪下来。可是我觉得在求婚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半跪。双膝单膝。但在求婚之前，我很希望他可以询问我家里人的意见，就是会去问一下 ，ask for permission 的感觉。那如果你家人说不同意呢？那就不同意啊。但我家人都不同意。有意思。我不会管他。你不会去问吗？我觉得要问哎。但是他问不一定要让你知道的。对。他的意思是问过之后再行动，问过之后你不一定马上了，你可以隔1个月、2个月。对。反正你问过了，我问都不会问，我知道。你不会问，我不会问。那人家说，我很想要了，爸爸我不知道。我要回家问了才可以答你，这不就很尬了吗？这一刻哲亮，这一刻我很幸福吧？我觉得我会偏固执一点点，然后我认为我要找的另一半可能性格也是跟我差不多，就是我觉得结婚就是我们的事了，我们开心就好了。他还小。哇，他那种就嫁给我吧，好。
对啊，就是 OK 就 OK，我们不要管其他人怎么说。我觉得最棒的还是在一个就公众场合，周围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不知道的，但是你知道，一般人看到这种情况都会报以掌声。你太戏剧化了，就大家祝福哇，那个很尴尬哎。对，我也是觉得很尴我是尬。我是讲我也不喜欢也蛮好的啊。啊就我只觉得这话这么多人，这戏剧化吗？啊，不可以，我叫你神经病，我走掉了。我以为啊，这天下所有的女生在那一刻总希望有第三者在场。啊，有吗？我以为对女生来说那一刻多骄傲啊，有一个男生要娶你，跪在那边，这时候看的人越多越好，不是吗？真的有很多求婚被拒绝，我不信呢。他会后悔，就在当下，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然后他骂你找的地方不是，他就答应了，然后他回家再拿下戒指，说有吗？有，我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就说其实你当那么多人面来问我，我不好意思拒绝，就是不给你面子嘛。对，但我给你面子，现在回家告诉你真相，我不愿意。谢谢，拜拜。天真哪，的。 Oh my god！很恐怖了，啊，那个还可以这样的啊。所以我觉得你在外面可能得到的答案并不是最真实的答案。当年怎么求婚的？我真不好意思，我没求过婚。哈，那时候讲就结婚啊，叫两个人去拍照啊。有询问过意见吧？我们情况特别，因为我已经出国了，哦，我们等于基本上是在信里边以一种很现实具体的行为，也谈不上谁跟谁很认真的求婚，就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讨论的事情，就夹在很多具体的事件里面。比如说我们结婚，我们应该怎么办？然后你应该申请什么，准备好什么证件，我们应该怎么办？然后再来。好不浪漫呢。你当年有求婚吗？当然有求婚啊。他怎么求婚啊？人家在飞机上面开炮啊！是啦。所以得跑。没有啦，当年空军想跟你找来谈话，有没有？哇，那个爽啊，那个。你想多了。嗯。哎，对啊，你没讲呢。对啊，我求的，我又不敢问。越过去了，越过去了，没了。快点，我们听一听上世纪的求婚拜托。行为。一样啊，就是一样啊，就是求婚啊。在什么地方？你在家里啊？家里。对，周围没有人呐。当然没有人呐。烛光晚餐，然后就。那你有没有意识到？没有。我大概知道是这个时候的，大概就是其实女生都知道了。我发现所有女生都知道，因为男生的那个情绪是不一样的。对，藏不住是吗？对，而且我们是演员，很容易试穿的。我会认为就二人世界，对，就是只属于我们。那你比较懂女人。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就是好像这个事情全世界就我们两个人知道，这一刻只属于我们两个人，其他人都不知道说我们有这么浪漫的这一刻。那你会录下来吗？可以考虑录。像他那个就没有录啊，那时候也没有设备啊，没有这个。我觉得话录下来会很好。现在有，就是你们过很多年，你还可以带大家吵，你老公说没有，谁跟你酒？我都没有跪下，证据连讲没证据，谁求谁？当初是你求我啊，哎，对不对？讲求证据的时代，有道理。当年你就是这样子跪的，是你跪在那边，想跪，想多了。好了，我觉得今天是很感谢两位年轻的朋友，让我跟上世纪结婚的人有了一个全新的体悟。我觉得确实这样啦，这个婚礼办不办呢？当然，在尊重家里的长辈、尊重自己的心愿的情况下。怎么办都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情，对不对？是谢谢大家，欢迎你们可以留言让我们的节目可以越做越好。好的，是的，希望你们 like and share and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谢谢。我有一个朋友在hot air balloon 叫什么？热气球上面。对，就在上面。这个不错哎，就是你反悔没地方去是吧？可以说你上面在那个热气球上，在热气球。我们在下面就手忙脚乱的拿着那个大字包，就说 Will you marry me？ 那男生很紧张，拿着钻戒又很怕掉，不知道哪个时机是对的。那女生也猜到他要求婚了，但是怎么还不行动？还是男生说看那边，你看那边，就一边稻草看久，看多久？他不会演，那边有什么没东西，不是你就看那边，我要给你唱。对，其实好多女生都知道。